叙利亚时隔12年重返阿盟，把美国放在火上烤，这事儿也能怪中国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中国推动伊朗与沙特和解之后，也门的局势几乎顺其自然地将得到解决，而美国在表面上对此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意见。对于拜登政府来说，叙利亚是否回归阿拉伯联盟，才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是否式微的试金石。因为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格局之中，有3大支柱：一是将伊朗列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敌人，利用离岸制衡战略绑架沙特等阿拉伯国家；二是通过在叙利亚发动颜色革命，利用美军在库尔德人区的非法驻军、倒卖石油等强盗行径来对抗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，同时呢，敲打土耳其，并警告阿拉伯国家，如果有不听话的，拜登政府会不会在其他国家推动颜色革命，就像是一把悬在中东国家领导人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。三是继续利用以色列的强大军事力量威慑阿拉伯国家。现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了，而且双方出现了加强合作的趋势，而以色列又因为右翼化改革发生了政治动荡，而且内塔尼亚胡政府与拜登也非常不对付，所以拜登政府仍然希望叙利亚继续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反面教材，成为证明美国和美军在中东存在的必要性的标志。该来的总会来，美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自己被中东国家看成是乱源的局面。据路透社报道，阿盟近日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，这一决定不只是体现了阿拉伯联盟的战略自主，还是对美国的一次警告，同时结束了对巴沙尔政权10数年的区域孤立。自此，美军在叙利亚的存在将失去任何合理性，而且将面临与整个阿拉伯联盟对抗的局面。根据该声明，阿盟外长级特别会议认为，根据阿盟宪章及其原则，维护叙利亚主权、领土完整、稳定和区域完整性的承诺，必须继续加强努力，帮助叙利亚摆脱危机。会议还同意成立一个由中东国家组织的部长级委员会，继续与叙利亚政府直接对话，与达成全面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方案。要注意一点，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自此将由中东国家主导，美国被晾在了一边。俄罗斯方面随后表示非常支持阿拉伯联盟的决定，因为这对巴沙尔政权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儿。虽然距离叙利亚危机的全面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美国在中东陷入了更大的战略被动，已经成了定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？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说法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努力，因为在中方的斡旋下，原先对立的沙特和伊朗双方重建了关系。沙特此后火速改善了与巴沙尔政权的关系。沙特与很多中东国家的共识是，在与伊朗的北京对话后，需要采取新的方式与叙利亚政府打交道。中国只是推动了一张多米诺骨牌，后续的一切都与中国的努力相关，这是美国不敢想象的外交成就。现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获得了阿拉伯国家、伊朗、俄罗斯、中国和土耳其等国的支持，只有美国成了那个搅屎棍。当中东国家都认为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，美国这个依赖在中东推动战争的势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看着美国尴尬的表演就好了。没准拜登政府又会派人去斥责阿拉伯国家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中国人要为美国的霸道鼓掌，因为这原本就是中国外交成功所应该获得的掌声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